要是真有3颗太阳住在一起，那里的人怎么过日子呀？先找参照，再看轨道，规律找到了，再乱也有活路。上次你教我的太阳系坐标，我闭着眼都能画出来。那就记住，真迷路了，先找回家的方向。今晚答应了陪女儿，设备先断电，明早我回去查。空间投放开始。星儿，抓紧我！谁在装弄鬼？把老子送回去！没信号，指南针也失灵了。这里绝对不是江州。欢迎来到黑塞星文明猎场，所有人已获得文明火种、初始物资包和随机科技树。活到文明终局，可返回原生星球。亲友已随机投放，请自行寻找。目标不在当前区域。我是石器制造，收集石头木头就能做斧头长矛。看清楚 A 级烈焰工业，只要有东西烧，我很快就能造融合武器。想跟我过夜，就听我指挥，先砍木头，把火升起来。科技树未识别，暂无可解锁节点。什么都造不了，废物，那就别来分我们的火和吃的。这些不是普通的树，光和声一出现，它们就会跟着亮。警告！2小时后开启第1次文明扫评，系统将根据文明信号值向外广播文明位置，请降低文明信号，避免坐标暴露。系统刚才说了，2小时后会有所谓的文明扫评，想必这些树就是天然的信号放大器，谁敢在扫评的时候弄出动静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先别点，关手机，别大声说话，等扫标过去再说。天一黑，野兽就会过来，没有火，拿什么保命？系统刚警告过坐标暴露，这些树会放大信号，找我们的东西越快。他说的有道理，至少先把火堆缩小。我的烈焰工业不烧东西，拿什么解锁武器？真有怪物，我来杀！离开这儿就别来求我。文明信号值下降，绝对静默达成。检测到全区域第1位主动进入绝对静默的火种持有者，隐藏条件满足 ，SS 级唯一科技树，3题科技树已解锁，核心天赋恒纪元推演启动，正在解析黑混星3体运行轨迹。原来如此，这颗星球有3颗太阳，它们无规律的交替导致了极端天气灾难。退完成，当前处于乱纪元。恒纪元推演，这是我的底牌，别人只能靠运气躲避天灾，而我能提前算出死神的倒计时，而且他连怪物被火光吸引的路线也算得一清二楚。都靠近点儿，有这堆火，什么东西敢过来？火真的有用，那些怪物不敢过来了。扫评快开始了，马上把火灭掉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些树能接收光、热和声音，火烧得越大，信号就越强。午夜一到，扫描会记下这里，附近的怪物第一个找过来。灭了火，怪物冲进来怎么办？今晚吃什么？怎么守夜？你连科技树都没有，还敢回来指挥我？滚！首次推演完成，获得10点文明积分。积分到手，该准备保命的东西了。基础节点低伤无光炉已解锁，消耗10点文明积分，蓝图获取成功。不冒光，热量也能锁在炉里，够用了。低伤无光炉启动，当前文明信号值3，绝对静默达成。只要保持静默，就能躲过扫评。恒纪元推演显示，那是猎手最可能经过的路线。文明扫评进行中，当前文明信号值3，安全。警告！文明信号值97，坐标已暴露。罗哥，信号值快到100了，陆晨说的好像是真的。怕什么？真有怪物来，老子一把火烧了他！
全扔进火里烧死他！别再添柴了，他每次都是朝最热人最多的地方投。拿着火把往不同方向跑，把他引开。不，这不是引关。罗燕，你说的这么轻松，怎么不自己去？多嘴！进来就别想出去了。明明在烧东西，外面却一点火光都看不到。不用震惊，先告诉我你的天赋。我的天赋能够升级物品和拆解蓝图，给我9件同类同阶成品，我能把它升一阶。至于蓝图，我只能够解析出图，东西还得自己造。里面全是金属丝，这种树又轻又硬，正好能拿来搭基地。带上材料，先跟我走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是陆晨故意用热源把怪物引过来的。第一次乱纪卷兆将在6小时后出现。第3颗太阳将准时升起，预计持续3小时，最高气温75摄氏度，裸露地表可能超过80度。75度，我们要被烤干了。系统报的是气温，黑色地面吸热，地表只会更高。第2颗太阳出来的好，温度越高，老子的熔炉省的燃料就越多。老大，这都40多度了，再烤下去，大家会中暑死人的。废什么话！把这破营子改造成小型炼制厂，所有人立刻给老子砍树！这是烈焰工业腾飞的机会。等3颗太阳，地表至少80度，普通木棚挡不住，必须找地下掩体。这条树根中间一直往冒冷风，这是史前遗迹。让开！站住！这遗迹属于全体幸存者，你们没资格独占。把这些箱子和水罐全部搬走，一滴水也别给他们留。陆晨，他们抢我们的物资，让他们搬。恒纪元推演启动，正在解析遗迹内部能源流向。表层只是物资仓，真正的核心设备在里面。给老子砍开！救我，老大，救我！别管他，先想办法开门。强度远超普通钢材，石斧无法碰开。系统，开启3体科技树。警告：3日凌空现象发生。不好，门要关了。罗燕，你把水都占了，我们怎么活？想喝水，拿材料和文明积分来换。你这是抢劫！不换，行。你有本事撬开门，去3颗太阳底下找水。探索密封遗迹，完成无光炉建造，累计获得30点文明积分。新节点脱水休眠膜可解锁，是否消耗30点文明积分？解锁蓝图。解锁。脱水休眠蓝图已解锁，遗迹密封膜、黑树金属纤维和循环阀材料齐全，请自行制造。清河，拆2只空水袋，再拿一根吸管过来。这是什么？它能把体内手进悬层，代谢也会降到最低。人看着像干尸，其实还活着。把自己变干尸，脱了水还能活？陆晨，你脑子被烤糊了吧？看见没有？这就是信一个废物的下场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他早死透了。我3个小时，循环层里的水只少了1小口，能用。
成功了！该死！陆晨，你看，爸爸，不要回信，有人在等你回应。星儿，是星儿。你怎么确定声音不是伪造的？最后3下敲击是暗号，他怕打雷。我回家总敲3下门。杂音每隔2秒就重复1次，不像的自然干扰，像有人故意塞进去的坐标。启动恒基源推演。恒基源推演启动，正在比对各段频率与系统星图。白塔星域，太远了。看这里，白塔周围有10几个相同频率的信号源，它们像一张网，只要我回复，就会触动警报。普通电波波行不通，必须解锁量子纠缠通信。安全监听需要2节基地、量子观测核心和1000点稳定算能。我现在连个正式基地都没有。陆晨，我刚才都听到了，那信号是你女儿的吧？用这个我能把信号打出去，功率是大了点，但肯定能让你女儿听见。条件，把脱水膜和地晕炉的制造方式交给我。滚！你疯了！你不想救你女儿了？我当然想救她，可她刚让我别回。你这东西一开，我们和她的位置都会暴露。他们逼我骗你回信，好画出你的坐标。爸爸，别信白塔的求救。图上设备摄舱就在后面，量子核心可能在那里。下面太危险了，我必须下去。妈的，连老子的石斧都砍不动，这鬼东西怎么过去？探索遗迹，制造脱水膜并解析金属藤蔓。当前文明积分达到50点，纳米材料分支开启，消耗50点文明积分。非刃级纳米丝蓝图已经解锁。清河，用黑树金属纤维高纯金属粉，我来搭高压拉丝装置。明白，材料配比交给我。稳住，再试一次。折腾半天，就弄出一根线，给老子缝衣服都嫌细。你辛苦开路，最后最大的好处还不是归我？你们这群强盗！检测到 A 级量子观测核心，可用于伪观观测、恒星的计算及量子通信前置构建。走吧。警告：当前基地无计算舱。警告：当前设备足位不足，量子观测核心无法运行。原来光有高阶科技还不够，看来必须先把这破根升级成真正的文明基地了。升级一阶静默舱所需材料：黑树金属、隔热泥、信号移质板、完整文明元晶。前3项可以自己生产，唯独这颗完整的元晶。想要这个，把飞刃纳米丝的完整蓝图交出来。给你，你只会用来切别人的脖子。不给也行，没有元晶，我看你拿什么升级。蓝图复现，解析，解析成功。B 级信号抑制蓝图已获取，成功了。先靠手工压出第1批抑制板，以后有了生产线才能批量做。求你收留我，我老婆孩子扣在罗阳那边，等我他们带出来，求你给他们留2个休眠位。我这里不养闲人，你先负责外围的物资搬运，别动不该动的心思。谢谢陆老大，我一定老实干活。
信号值异常变动，当前数值12、24、40。关低电弧、压板机和所有照明。信号值继续飙升，60、75、86。警告：检测主动坐标广播，信号源位于基地内部。不是设备泄漏，有人在主动向外广报我们的坐标。信号还在涨，何清河，是不是你们那台压板机泄漏了？肯定是量子观测核心引来的，大家要被害死了。陆晨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科技，罗岩虽然脾气不好，至少他的营地有武器，我们现在过去还来得及。信号源定位中，正在与目标人物重合。信号源可能埋在墙里，短时间内找不到。那还等什么？大家赶紧收拾物资走。在你手上。杜成，真的是你？是罗耀逼我的。我老婆和孩子被关在他营地的冷库边上，我不放信标，他就不给们水。判处！警告！扫描已记录此位置，一头森林猎手正在靠近，预计10分钟后抵达。东侧巢穴内另有一头领地猎手。森林猎手，寂寞仓材料都齐了，就差罗阳手里那枚文明元晶，现在怎么办？位置已经暴露，你为什么还要打开？信号不能消失的太突然，得让它换个地方继续亮。明白，我跟你去。信标回波没错，这小子真想拿2头怪物互咬。等他一死，量子核心和纳米斯都是我的。谁在那儿？人生，啊，快敲门！我来接你们回家了。时间不多，罗燕随时可能发现。走。人已安全救出，正在进入遗迹。你活着回来。按计划撤进遗迹，2头猎手手由我来引。连陆晨一起咬死。还差0.2米，就是现在。丁，成功击杀2阶森林猎手，获得完整文明元晶，获得黑树甲壳材料，效率不错。他没死，快抢走文明元晶！这颗元晶我会自己带回去，你手里那颗晶我不要了。怎么可能？他的科技树明明是空白的。爸爸，白塔的人已经知道你还活着，别回信。陆哥，收留我们吧，我们能搬材料、守夜，什么活都能干。罗岩根本不拿我们当人。怪物来了，他只让我们去送死，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。看清楚，放你们全部进来，下一场灾难来临前，所有人都要饿死。
你建成了全区域第1座基地，怎么可能连几个人都养不住？你就是想挑有用的人。他告诉你们听话就有吃有喝，最后让你们挡怪物。我把水、食物、人数全摆在你面前。要是觉得他更好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滚回去。伤员先进去，再收4个人，剩下4个先住外侧静默棚，6小时轮换1次。留下就得遵守静默规则，谁私自点火发送信号，立刻驱逐。装什么公平？地方不够就直说，立什么牌坊？愿意来的都到我这儿来，只要肯干活，有火烤，有水喝。全区域首个1级文明基地现身，解锁72小时文明缓冲庇护，高危清扫单位暂时封禁降临全县，野外文明遗迹整体刷新概率大幅提升。不对，之前出现的3日凌空只是前兆。48小时后，真正的3日凌空将持续整整30个小时，最高温度就是3度。清河，把所有人叫回来。48小时后，地面不能带人。听好了，想要水就去烈焰工厂搬黑木，干满6个小时换半瓶水。半瓶水怎么够？没有水，脱水休眠也撑不了多久啊！陆晨，要不我们去抢了水坑？罗焰人多，但咱们有纳米斯。现在就算抢到1坑水，3颗太阳一出来也会晒干。我要的是每天都有水。找到了，这些黑树为了应对乱纪区，把大量水分存在地下根系和树干夹层里。不过树皮里含有金属纤维，普通钻头根本打不穿。而且一旦切口过大，水流产生的震动会引来地下的未知生物。不切主水脉，做一根中空金属针。杂质太多了，根本不能直接喝。蓝图复现，解析。水质检测完毕，重金属病菌和未知毒素均低于铵值，可安全饮用。甜的，一点都不苦。老大，不好了！陆晨他们从黑树里弄出了干净的水，静默仓的人现在根本不缺水了。该死！从现在起，谁敢跟陆晨换水，这里一滴都不卖！再放话，就说他的树枝有毒。尽量控制取量，减少震动。不是水管故障，地下有东西沿着水流找过来了。流速还是太慢，水压不够。撤！撤！快撤！丁，检测到黑森根兽依靠水流、机械震动和地层缓升寻找猎物。它没有眼睛，靠震动定位。我们的取水管把它引过来了。我从罗岩那里偷了烈焰爆燃筒，用它炸那怪物。你点火试试。静默仓离这儿不到10米，爆燃筒一响，整个区域的森林猎手都会知道我们躲在哪里。老大，钻井功率加大，可能导致地下结构不稳定。加大，那畜生已经闻到水味儿了。只要钻井的声音足够大，它就会一路追陆晨的树根基地过去。有10几名工人钻进一听根兽就改道，他们全会被活埋。给我2分钟，我可以把人带出来。20分钟，带不出来，或者你再耍一次花样，我不会再给你第3次机会。感震肉须线化调好了，模拟下水流动震动，根数一定会优先这个。快跑！快
快跑！走吧，该去白银遗迹了。里面的能源核心是让纳米工坊持续运转的关键。有了它，我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天，有了这水，咱们再也不怕罗岩拿水坑卡我们脖子了。过滤膜才用不到1天，孔信就被堵死了一半，信号抑制板更糟，已经开始变形了。叮，解析成功，获得 B 级微型纳米工坊蓝图，成了。有了这台工坊，过滤膜和信号抑制板能批量生产，效率是手工的几10倍。猎手甲片做导热材质，利用温差给储能单元充电，完全无光无声，不产生额外信号。试试看。10分钟出3张，规格一模一样。要是一直开着，咱们要什么有什么。静默舱压制率80%，但不是绝对屏蔽。信号从4涨到19，翻了近5倍，等于我们在黑暗丛林里亮起一盏更亮的灯。文明信号是双向的，它既是存在证明，也是猎手的定位信表。科技是把双刃剑。从现在起，纳米工坊只能在质子计算出的扫描盲区中分段运行，每次绝不能超过15分钟。走吧，该去白银遗迹了。里面的能源核心是让纳米工坊持续运转的关键。有了它，我们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前方30公里处发现白银遗迹，但地表温度极高，普通兄弟靠近不了太久。高温，那是宝贝在发光。这一次，谁再敢挡老子的路，杀无赦！这扇门只在环境温度超过70°C时才开，低了就自动锁死。门一开就给我往前冲，谁敢后退半步，老子当场毙了他！这层膜能撑多久？最多10分钟，别停，也别做多余动作，一直走到核心室。罗岩带的人比我们多，我们走哪条路？等门开，不跟罗岩争大厅，从侧面检修道绕进去。全体探路！不许停，继续往里压，谁先退我毙了谁！蒸汽按热燃感应轮流排喷，前一波喷完，后一波要隔6秒。6秒够翻过去。我们不翻大厅，走检修道，没有蒸汽灌网。比低质炉高好几个核心。有了它，纳米不用再靠温差充能，3阶基地的长期电力也够了。等等，这条纵向通道从静默东北方向一直往下，穿过罗岩采矿区下方，末端标着一座金属井，里面有个重力稳定环。外部温度降下来了。回检修道。看见没有，核心，这玩意儿带回裂变城，能顶10座蒸汽炉。那才是能源核心！你把我引去采蒸汽，自己绕路偷宝，给我抢过来！3日凌空，持续3小时，当前地表温度82度。撤，先回车上。金属井入口就在罗岩矿区下方，他手里的残图不够全，应该还没发现那座在他脚底下。我们要现在动手。先回去，把冷却和防护准备好，等他先把井挖开了，我们再进。陆晨，你等着，白银地是我的，地底下的东西也只能是我的。陆队。外头地面温度已经超过85度了，烈焰工厂离我们这边有3公里远，就算他们全死在那里，也跟我们没关系。罗岩刚才还在白银遗迹外头想抢咱们的东西，他那些手下替他卖命，也是他们自己选的。被锁在里面的人，做不了这个选择。全功率的启动，文明信号暴涨，
5公里内数闻全亮，我们彻底暴露了。我知道，但那座工厂里的人撑不过10分钟了。罗岩和他的核心成员躲进了仓库，可生产区里还有10几个被锁在流水线上的人。明白了，我走前面铺路，隔热板挡住一部分热辐射，但时间不长。先救我们，陆晨！我知道你在外面，水里面的人快撑不住了，我的核心成员必须先出去。全部往地下通道撤离，沿着墙根走，不要抬头看天。快！为什么不救生产线？那是光明营地换取物资的根基。冷却液只够开路，我只能先救人。陆队，遗迹残图标着矿区下的金属井，他一回来就逼我们开钻架绞盘，副手已经带人下井了。稳定环是整口井的承重核心，再用绞龙硬拉，井到几分内就会塌。快走！别碰墙，这里的金属井壁结构特殊，能把声音像扩音器一样放大。刚才那一声在地下至少能传出去半公里。对不起，我没站稳。不光走路要小心，千万别开火铳，也别用任何爆炸物，哪怕是一颗小雷管在这口井里炸开，整个井壁都有可能被震塌。前面30米就是出口，通道变宽了，跟紧我，脚下尽量踩我踩过的地方。那就是重力稳定环。我在白鹰遗迹的备份图里见过它的标注，它靠自身的磁场悬在空中，每一波纹都是在给井壁施加向外的支撑力，整个金属井的结构全靠它在撑着。住手！不能直接拆。陆晨，你不在外面当你的好人，跑到井下来添什么乱？你自己看，稳定环每向井壁释放一次支撑波，都在分担这口井的负载。你把它硬扯下来，相当于抽掉整座井的梁柱。少废话，继续拉！先把这环子弄上去，井塌了再建就是了。再不通绞盘，整口井会在3分钟内塌方。立刻停下，先把钢索松开，还有机会稳住。你们几个站到那些柱子下面去撑住，我这先撤，回头再拉你们上来。那郑国军会死的呀！让你去你就去，顶不住也得顶。陆晨，先把我弄出来，只要你拉我出去，那环子归你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他们是你带下来的，你说过让他们顶柱子，你的人先撤。陆晨，左侧30度方向，大约3米高的位置，还有3个承重支点没有完全断裂，只要能利用它们做临时锚点，就能把下坠的顶上的棚多撑一段时间。这边通道可以走了，快！伤员先走，能动的扶着不能动的，别挤。陆晨，你听见没有？先救我！我是烈焰工业唯一的拥有者，你们所有人就都别再拿到任何工业路线蓝图和升级。但刚才你让那些普通工人站到开裂柱的柱子下面去撑住的时候，你没说他们也是人，也没说他们会死。我把剩下的元晶武器、图纸什么都给你，你先把我弄出去，我不想死在这里。走，别挡路。哈哈哈！你蠢不蠢？这东西谁抢到就是谁的。你救了半天人，最后还是要便宜老子。站住！那是承重核心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聪明，所以我在救你之前先把绳把拴好了。撤！所有人走，我殿后。温度3分钟内降了将近50度，我们必须马上找个地方避一下寒。经乱翻转后，极寒黑夜降临，预计最低温度零下46度。等等，
面板最后一行说，2阶升级期间，现有基地功能会停机5分钟，地热炉、保温系统、循环水泵全都会停。5分钟。回去，路上说。陆老大，这静默舱当初设计就是12人的容量，现在外头20多号人挤在一起，热量散得更快，必须把后来投奔的赶出去，先保我们自己人活下来。重伤先进去，腿脚失去知觉、手指发黑的优先，孩子和伤员进恒温区，其他人分批脱水休眠。凭什么？这基地是我们建的，他们什么都没干。因为你还能站着，他已经站不住。这不是奖励，是救命顺序。不服，你留下跟他换。条件全部绿色，但升级会停机5分钟，保温、水泵、空循环全停，舱内会迅速降到0下。停机时间公开，罗岩带人来了，想趁这5分钟抢储水箱和能源线路。你上次还给罗岩放过信标，谁知道是不是又设局？火种压在这儿，我老婆孩子也在后舱，我要再回头，你就捏碎它。你和韩城挡5分钟，只是守门，不要追。恢复后立刻回来。1分钟，60%，还差2分钟。罗岩到外门了，有烈焰切割器，外门开始烧了。加满功率，把外门切透。陆晨的基地正在停机，强盗超导核心和量子观测器就是我们光明营地地的。外门还能撑多久？切透了也得再烧10几秒，才能把门芯融开。第一批人冲进来，半锁只能放倒2、3个，能放倒1个算1个。挡5分钟，别追，守住口子。废物，爬起来继续冲，别管架子，门已经开了，强攻进去。你只剩半条命了。剥掉隔热层，你撑不过最后10秒。我能站着，孩子站不住，这是救命顺序。还剩40秒，切割声停了。陆晨，你费了这么多劲儿，最后还是给我做嫁衣。这基地从今天起姓罗。2阶地下监听站升级完成。净水循环纳米工房40座休眠舱、恒星观测台全部联动。罗岩连门都进不来，拿什么抢？文明信号压制率90%。撤！伤不深，你没退，以后留下。爸爸，47名儿童火种都接在主塔上，不能回塔，塔倒了，我们都会死。明天把他的文明坐标卖给猎标队，让他看看不听话的代价。魏川，是自信我们找不到，还是故意引我们？47个孩子，星儿也在里面。理清情报后，白塔我必须去。是真的，食物、热水。白塔有这些。救命！我们在103区域，快来救我们！我们快冻死了啦！你们干什么？不是说接我去白塔吗？没有价值的文明也配踏进白塔？能当个坐标诱饵，已经是你的福气了。
谁回复坐标，坐标就送到他们手里。白塔不是接人，是来抄家的。他们把幸存者当成诱饵，用活人的求救信号筛选目标。警告：当前传输环境下，无法安全向白塔方向发送回信。锁在白塔主塔里，想跟星儿建立无痕通信，必须拿到那个林子。而质子重合的线索在30公里外的镜湖遗迹里。以我们现在的人力装备，我过去至少1天半。陆晨，全球第1个文明基地的主人，我知道你收到那段视频，我还知道陆星是你的女儿。不回了，星儿在视频里说过，别信白塔的求救。他知道魏川会拿钓鱼。星儿，再等我一下，我不能拿整个基地所有人的位置去赌你的安全，必须要拿到不暴露坐标的通信技术。魏川刚才发那条私信的时候，他没有做任何信号伪装。我顺着架手的回传协议逆推了一下，你看这里，难怪他一劲儿的诱导你回复。只要你按一次确认键，哪怕只发1个字，他就能把监听站的位置缩小到几百米内。他根本不需要你交出蓝图，他只需要你开口。所以那条私信本身就是陷阱，文字末尾那句只要回复知道你在哪里，不是吓唬我，是在激我赌一把。我们现在不回复，魏川肯定会在白塔里拿陆星逼你，但只要回一句，监听站做就会暴露。你打算拿这些东西做什么？这都废了，通电就冒烟。一次性中继器，不用电磁发送，不用实时响应，只要机械定时装置让它3小时后自动触发，它就能在浴室点发一次消息。对，那条消息的内容我已经写好了，但我要让他知道地点，我确实有东数可以谈。等他派人去了金属井，看到的不是我，而是那里的根兽。散开，确认信号源物理位置，给我把每一寸都搜到。有东西，地下有东西，撤退！逃回的队员会让魏川有所顾忌，下次收到信号，他只会先派探子，不会贸然强攻。拖延只是暂时，他绝对不会就此罢休。拿不到我的坐标，他就对星儿和其他还在做手，中继器只能挡住1轮试探。那我们接下来清除中继器留下的痕迹，然后等镜湖遗迹的消息。连续3支搜索队都被你的星途带进了危险区域。我让人按照你画的轨迹去找陆晨的基地，结果3队人全撞上了黑森林猎手根兽，或者直接走进死路。陆星，3张星图你根本不是画错，是故意的。只是你看不懂，这就是我眼中的星图，是你能力不够。处置孩子的时限仅剩12小时，天亮之前，我必须拿到质子出河。这是用黑树表面的细光纤维做的光学吸收膜，披上之后体表反光率会降到接近0，只要不主动发出热源，50米外肉眼几乎看不到。这东西能挡多久？只要不破，一直有效。但它不隔红外，低烟炉必须关掉，体表热量也要靠脱水膜压到最低。进入半脱水状态，代谢降到最低，呼吸频率减变半，体温保持在与湖水接近的水平。水下有一条古明维护管道直通遗迹底层，冰膜下方才是真正的深水区，在湖底东南侧30米处。光感扫描显示，水下5米之后基本全黑，我们只能靠陪众绳引导方向，不能开灯。黄金遗迹只有1个，今天谁敢踏进镜湖1步，谁就是光明营地的敌人。这片遗迹归我罗岩了，识相的就给我退出去。哥！反射塔激活了，快退！这些塔在追热源。该死！全队后撤，保持距离。这就是质子除核，怎么这么小？系统说它是不完整形态，需要接入高算力基地方可能完整运行。检测到 S 级科技组件。12小时只能用1次，一次60牛秒，就这60吗？轴承模块拿到了，回去配底盘正好用得上。陆晨，你看这个。还捉押着46名未成年孩，最小7岁，
所有火种全部绑定主塔，把所有孩子的火种都锁在了主塔系统里。只要主塔里所有火种会同时熄灭，系统会判定文明覆灭那些的火标。他不是在担心塔本身，是在替塔一岛，他和其他孩子都会被系统带走。他比魏川想的更远。我知道你在听，虽然你爸不在你身边，但你的信号我已经锁定了。你再撑2个小时，天亮之前，我一定到。从拿到它到现在，已经过了11个小时，剩余可用时间不到1个小时。启动微观扫描，4层关押孩子区域，魏川没有把他们分开，是为了方便统一看管。魏川的坐标交易室，那些芯片应该是交易记录。文明增幅器，魏川拿它来引诱森林猎手。星儿，你在墙上反复敲击的就是这个位置。你告诉我的那条生路，就是这条废弃维护管。它的启动开关不在塔里，在塔外。魏川根本没打算自己待到最后。质子给了60秒，把塔结构大致扫清楚了。孩子的关押区域在4层，魏川的控制制在43层。43层。那是白塔的中上段，不是顶层。顶层是增幅器，魏川把增幅器当成了一个陷阱的开关。蓝图复现，解析。B 级身份映像器蓝图解析完成。它能模拟废弃文明回收队身份，进了限制区就会触发警报。从刷开第1道门算起，最多撑10分钟。白塔猎队和罗岩的车队都在赶往同一个坐标。魏川把星儿故意画错的坐标卖给了罗燕。魏川卖同一份坐标给了2家，让他装在一起互相消耗。这条坐标指向的是罗阳废弃的第1座炼工厂，打起来之后，白塔的防御注意力就会被调走。星儿一直不画真图，就是在等这个结果。现在进塔，接星儿回家。快，把验证器装上。魏总给的坐标就在这里。魏川又想什么花样？是白塔买下坐标，和你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给我一张假坐标，把我骗到自己的旧工厂，还想让我替他探路。那就把东西留下，我自己验证。想抢？你可以试试。连续几次了，你每次都把我的人引到危险的地方。那只能说明你的人太蠢。你很聪明，可惜聪明救不了所有人。姐姐，魏川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应该知道文明增幅器的作用，信号越强，黑森林的猎手来得越快。10分钟内把真正的坐标画出来，否则我就把他的火种接上增幅器。东侧，第3层。陆星，他在告诉我位置。这个身份只能撑几分钟，够我们进去。这么多资源，外面的人却还在挨饿。这些东西不是用来救人的，是魏川控制人的筹码。先救星儿。被发现了。一个早就注销的回收队身份，也敢闯我的白塔。陆星在哪儿？陆星，你父亲来了。爸爸。星儿，我来接你。可惜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。现在我们一起等他们过来。检测到超高强度文明信号，森林猎手正在快速靠近。启动私人逃生通道。魏总，那塔里的其他人怎么办？他们让陆然人陪他们一起死。主塔系统已进入锁定状态，还能解除吗？可以，但时间不够。如果强行关闭，所有火种都会触发警报。那就换一种方法，控制它，
让他以为一切正常。找到主链了，主链上绣46枚火种。先救他们。大家快走！可是这还有人没出来，那我们一起救他。都别动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想活着离开这里。你根本不在乎任何人。活下来的人，才有资格谈未来。陆晨，先救人！姐姐，我动不了了。别怕，我们会带你出去。不能直接切断横梁。为什么？这里是承重区域，一旦切断，整个通道都会塌。便携观测终端呢？终端只能看大结构，质子刚用过，还有11小时才能再启动。还有办法吗？这里以前有3根承重柱，左边那根还能支撑，再切中间横梁。星儿，你记住了，我看过1次，就不会忘。按他说的做。如果爸爸现在没有回来，他们……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人。开了，快！陆晨，你永远改变不了什么。坐标账本可以再找，人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爸爸，这个给你。A 级量子临层，还有这个白塔里的高密度计算聚捆。我们需要的升级条件齐了。看来这一趟没有白来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罗岩，这些孩子的能力不应该只掌握在你手里，尤其是他，他必须跟我走。不可能。我再说一次，把人留下。他们不是你的东西。不是我的，这些能力交给光明营地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你想让我给你画谁的坐标？我是让你为人类出力。魏川也是这么说的。够了，交出量子间田和这些孩子，否则我先轰断你们的退路。陆晨，这块清册能把一个文明信号复制成47份，能骗过他们，能制造出47个假的文明目标。那就让他们去找罗岩。信号一旦发出去，森林猎手也会被吸引。所有人进维护沟。检测到47个文明信号源。怎么回事？开火，先解决这些怪物。陆晨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跑掉？走。区域文明数量已达到11周准，30分钟后将开放文明组织模式。所有独立文明必须选择未来发展制度。看来我们得做个选择了。爸爸，他们害怕。他们问，这里会不会也像白塔一样，用火种控制他们？
这里不会。你们可以留下，也可以离开，这里不会拿走你们的选择。陆队，现在多了这么多人，我们的食物和能源撑不了多久。他们很多没有战斗能力，如果资源不够，怎么办？可是现实就是资源有限，总要有人承担代价。我知道现在困难，但不能因为他们弱，就决定他们没有资格活。承担代价的人，不能由拥有权力的人决定。区域文明数量达到标准，文明组织模式开启，请选择未来文明组织方式。所有幸存者听着，加入光明王国，强者负责管理，弱者负责服从。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，也是最危险的方式。陆队，我们也建个王国吧。不，火不该成为王权，我不走这条路。那你选什么？工会，资源公开，规则共定，去留自由。静默工会建立成功，所有升级材料已经准备完成。开始吧。是否升级2阶基地？不好，君离撑不住了。不行，一旦彻底粉碎，质子雏核和几何星会同时烧毁掉，必须立刻关闭升级。警告：核心融合阶段无法中断。等等，不是能量问题，是47组火手种信号残留在内部，正在互相干扰。你能找到他们？我记得。需要怎么做？把信号分开，按他报的顺序，一组一组隔开。最后一组频度接入。干扰已清除，开始修复。纳米修复启动，覆盖破损区域。修好了吗？3阶基地升级继续，3阶质子科研站升级完成，新增功能：10公里质子侦察、量子钩缠通信、微观结构建模、高精度科干扰、高精度医疗与科研系统，设备数据全域联动。被动科技所可按质子标记定向封锁1公里内的敌方电子控制设备，持续30秒，冷却12小时，纯机械结构不受影响。测试消息已送达巡逻组，仅配对终端可见，外部无法追踪来源。恭喜玩家陆晨，首个3阶科研文明已建立，评价未知，文明信号无法完整解出。金色猎巢即将登陆。陆晨，所有人听令，立刻加快钢体生产。魏川，猎巢一开，魏川和罗燕都会找过来，先让质子找到他们。工坊和医疗舱都有了，还不开足马力造药，留着干什么？等猎巢来了，拿拳头打。就是，把灯和工厂都开了，让外面看见我们有粮有药，那些高级天赋的人自己就会来投奔。放满功率运行1小时，文明信号增加16点，外部照明1晚上增加8点，无线广播招募增加1点。文明信号那玩意儿高了又怎么了？不就是个数字吗？黑数会放大信号，超过60点，森林猎手发现概率翻倍，就像黑夜里举着火把走，火越大，招来的东西越多。那罗燕的光明王国天天点灯烧炉，烟几公里外都看得见，他怎么还活得好好的？质子，调出光明王国的实时画面和信号值。黑森林里躲躲藏藏，永远只能当老鼠。加入光明王国，住钢铁房，吃热食，只有最弱的文明才会害怕被看见。光明王国文明信号值273，暴露概率92%。静默工会信号值11，暴露概率4%。即刻起执行文明信号预算：第一，供水和医疗一直开，人命比信号重要；第二，工厂只在扫平盲区开，
每次不超过2小时，开完立刻降温断电。陆老大，可要是别人趁我们发展慢，把猎巢资源全抢走了怎么办？该造的一样不少。猎巢拼的不是谁亮，是谁活到最后。5、4、3、2、1。水晶级遗迹，最高能出 SS 级文明科技。他不是在守门，是在吃附近文明的能源。下一个就是我们。魏总，系统提示：文明猎巢正式开启，击毁敌对文明能抢资源和科技残片。终于开了。残兵败将，也配拿黄金遗迹？这么快卖出去了？这才刚开始。黄金遗迹守军30人，伤了一半。某机械文明能源不足，适合式突袭。光明国运粮路线价格善đảm。猎巢就是我的丰收季。准备好了，我一扫完就冲进去。水晶级遗迹，咱们发达了！不好，他们的火种亮了。他对火种和能量波动极度敏感，根本没法偷偷潜入。继续扫描，找出它的核心，打不动外壳就从里面下手。水晶遗迹归光明王国所有，其余文明立即退出10公里，否则格杀勿论！不对，质子连原子缝都扫不进去，外壳是强相互作用材料，那些炮只会给它送能量。先看他打。王，咱们这么多炮一起开火，信号太大了，要不先试探一下？试探？老子带了上百门炮，还怕一头触手？开火，给我轰碎它！怎么可能？吞城者那头畜生，炮打不动，还吸能量。魏川，我要附近所有文明的位置和兵力部署。开架！爽快！黄金遗迹坐标3枚，小型文明情报一枚1个。我这儿还有个好消息，静默公会的大致方位，要不要一起打包？要，全要。好说好说，坐标稍后发送，合作愉快。按坐标推过去，小的吞掉，大的绕开，先把周围清理干净，再回来收拾那怪物。王，魏川这人靠得住吗？他会不会把同样的坐标也卖给别人？哼，他敢！老子的炮队就在这儿，他敢耍我，我连他一起轰！该死！魏川不是说这地方只有我和光明王王国知道吗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魏川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好了独家情报，结果来了3拨人，绝对是你们泄露落标，找死！去他妈的魏川，管他谁泄露的，先打死眼前的，遗迹就是我的。魏川根本不在乎谁赢，他只想把同一份坐标反复卖，卖一家赚一家，死的人越多，他的情报越值钱。先查清他把我们的消息卖给谁了。3条假入口各走个不同的渠道放出去，谁来就说明谁买了我们的情报。钓鱼执法。
算是吧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龙王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问你答，答得好你走，答不好你留在这里喂猎手。走！别！我说，坐标全是魏川卖给罗瑶的，真的，我就是个带路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还卖了什么？魏川卖了白塔结下的3次图形方位，我们技术算出来你们在30公里位内。罗王已经开始地毯式搜索了，他还卖了一张陆星留下的星图残片，技术组正在算，说是什么大秘密。那张图不是用来找基地的。那什么？上面记录的是3颗太阳的稳定周期，是我在白塔的时候趁魏川不注意偷画的，本来想留着自己用。罗耀的技术组还没发现真正价值，可只要他们继续算下去，很可能会推算出下一次高锻造窗口，到时候他就能利用3星对齐的能量，做出更厉害的武器。拆掉他们装甲车的远程发射器，只留本地导航，在导航里塞一个假入口，再放他回去。只要他回去报告，罗阳一定会大规模搜索那片假区域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探照灯，距离入口已经不到2公里了，罗阳已经开始地毯式搜索了。水晶鱼镜那边又打起来了。罗燕拿奴工当诱饵了。散开，全部散开着，接近吞城者，越散越好。钢铁炮队集中火力，从侧面攻击水晶仪入口，把它引过去。王，奴工们还在攻击范围里，炮一打过去，他们可能回不来。只要能让吞城者离开遗迹几分钟，他们的牺牲就是值得的。你要是心软，就下去替他们跑。是。不对，他并不是毫无弱点。看这里。他吃满以后会开副甲排能，17秒一次，开口只有半秒。开口的时候能量太强，质子直接被弹开了，进不去。不过开口那半秒壳下面是露着的，只要东西来得及钻进去，就能直接碰到他的神经核心。纳米斯不够快，炮也不够准，半秒根本打不中。现在做不到。难道就看着他在那儿吃人？先记下来，总有办法。王，那些人还活着，他们躲在树根下面，不能开炮啊！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撤回了，留着只会继续消耗食物和药品，连同吞城者一起炸，能炸死那头畜生最好，炸不死也能逼他挪个地方。可是，执行命令，罗王，我们还活着，别开炮，求求你！别开炮，我们可以继续干活，我们什么都能干。炮口全夹住树根了，一开炮，上面人一个都活不了。开科技锁吧，罗爷马上就知道我们有这招，以后就有防备了。不开，他们一炮都活不了，怎么办？开，30秒，先把炮按死。人都炸没了，还藏什么技术？早就该这么干。科技所准备就绪。全炮装填完毕，等待指令。开火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开炮？王，不对劲儿！所有炮的电子点火全灭了，瞄准屏也黑了，我们开不了火。陆晨，除了你，没人有这种技术。开火！给我把他们全部轰成碎渣，连那头畜生一起炸！报告王，电子炮全部失灵，点火器、瞄准屏全部失效。陆晨，除了你，没人拥有这种技术。你给我出来！撑住了，快把人拉下来！快点，还有几个，还差5个，快！他过来了。快，最后几个！30秒到了，科技锁失效了。该死，陆晨，你敢动我的人！我要不要追？他们肯定跑不远。追？怎么追？科技所说开开就开，你知道他还有多少招？他们是我的奴工，我怎么处置轮不到陆晨插手。这笔账我记下了。陆老大，
这是我偷偷存的受击记录。怪物每17秒开一次排能枪，有规律。罗岩只让我装炮，不让我说话。谢了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老周，火炮研发，被抓做奴工。这是装甲车残骸取到的碎片，撞击时关节自然脱落。表面是强相互作用膜，纳米丝会先断，火炮冲击自打不穿。这是水晶遗迹认证信息，为什么会在他身上？质子接入遗迹无结构。实验室存放未完成强相互作用种子，造出它，我们就能拥有吞者同级别的防御外壳。吞城者正好压住维护口。没错，每17秒抬副甲，维护门只露出半秒。通点测电子信号与热燃，进去不能开启任何电设备。下一次质子无法探路，要进去只能靠人、眼睛、双手记在脑子里的路线。体温32度了，隔热膜能撑半小时，超过时间，我们的热量就会漏去被他发现。放心，我速战速决。走。左边3步，右转，再走5步，下台阶。这地方一点光都没有，连点回声都不对。别怕，有我呢。你们进去拿东西，我守着门。门要是落下来，你会死的。这玩意儿好几吨重。别废话，快！今天不是还债，这道门总得有人守，不然你们出来的时候门就关死了。10分钟，10分钟不见你们我就撤。10分钟，我们不出来得走，你也得。这是命令，快去吧。就是它，强相互作用种子。遗迹报警了，吞城者被惊动了，快走！你们，快点儿，我撑不住了！杜成生，快逃离这里吧，事不宜迟。左臂是挤压伤，骨头没事儿，软子柱子损伤严重，24小时内不能服重，养养就好。杜城叔叔，没事，小伤，下次还能扛门。检测到 S 级文明材料，当前3阶基地无法承载强相互作用结构。意思用不了啊？意思是我们还要更高阶的基地才能把这枚种子用起来。3阶只是开始，下一阶4阶基地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，更强的技术。有了这枚种子，4阶就有希望了。才刚刚开始，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开始。48小时凑齐3000组纳米结构板，微型工坊24小时不停运行，黑树会把电磁热能效信号成倍放大，单次长时间运转，黑森林旷野的整片斯林猎手都会被引过来。更糟的是扫描周期，系统每40分钟一轮黑森扫屏，只有7分钟盲区，超出时限信号会被全域记录。窗口错过，下一次稳定3星轨道窗口要等整整3个月，到时候猎巢收缩完住，吞城者只会越来越多。第1组解析完成，第2组解析完成。停下！你的神经耐受度已经到临界值，再强行解析会永久损伤蓝土天赋，以后高阶装备再也复刻不出来。现在停，生产拼不完，4阶强护光甲造不出来，连躲藏的资本都没有，窗口错过就是3个月，让我把最后一组做完。算完立马去医疗舱。A 级模块化纳米工厂蓝图解析成功。
以前人工配合小攻方1小时才10几组，盲区7分钟，全攻率能出40多组，这产能差了3倍不止。质子测算完毕，每轮扫频间隔40分钟，仅7分钟低感知盲区，工厂只允许这段时间启动，其余时段必须断电降温，杜绝中信号暴露。3000组纳米结构板完成，压缩能源反应堆进入最后组装，4阶实体材料全部就位。陆晨，看雷达！陆晨，我知道你要等什么。我已经算出3星稳定窗口只有3秒，我的所有火炮、探照灯全部待命。你敢启动反应堆锻造，整片黑森林都会看见你的坐标。交出水滴胚、全套纳米图纸和模雀化工厂，我勉强给你留个贵族位置。若是10项并入光明王国，你们不必再躲在树根下苟活，从此昼夜灯火不绝。你不是来谈条件的，只是忌惮4阶堡垒成型后，你的裂变工业完全无法破防。你依赖持续高热、强电磁，黑树会把信号放大100倍。清扫探测器只要捕捉到这种量级信号，整片王国都会成为打击目标。清扫探测器远在天外，眼下先解决你。43秒恒星稳定窗口，只要1发链炮弹震反应堆，破坏成型中的强装闸，你们整个基地都会在内能爆炸里灰飞烟灭。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开炉！这次先停，等下一个窗口，大不了多熬3个月，至少不会被罗烟正面炮击。不能等，3个月后的猎巢压缩范围会再缩小1倍，我们藏不了那么久。一旦我们4阶堡垒造不出来，没有强护装甲抵御巨兽，罗焰随时能强攻基地。计划不变，准时启动恒星窗口锻造，所有非战斗人员立刻转移地下深层休眠区，纳米工厂停止生产，全部能源转入压缩反应温堆。质子负责锁定敌方火炮电子点火线路。杜城、韩城，带防卫队前往羽毛地下点位，拉起多层纳米拦截网，阻挡蒸汽炮弹。何清河立刻进入核心锻造区。是这。距离稳定窗口还有60秒，恒星稳定结构成型前，绝对不能中断反应堆源供给。3颗太阳将在60秒后形成稳定三角，所有火炮装填，探照灯准备，只要看见锻造白光，全线射，就把整片森林给我照亮。10、9、8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锻造。开火！局部科技所启动。起网拦截！
结构还剩31秒。17秒一次胸腹开合周期，是他唯一无完整装甲的窗口期，必须等成型后再行动。启动第2套计划，照死他们！把整片森林信号拉满，我倒要看看清扫探器先找我还是找陆晨。陆晨，你不是最喜欢静默吗？现在成片森林都能看见你的坐标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！自寻死路。他的能源设备全部暴露在开阔高地，切断外部供电线路，只留底层微光机械维持基础照明。给我开天灯！4阶强相互作用堡垒升级完成，内置水滴胚来制造接口。单次高速飞行将耗尽9成储能，低速滑行可缓慢充能，持续大功率发射会向外太空释放可捕捉能量特征。怎么回事？这种材料连吞城者撞击都不会留痕，我的裂变炮根本破不了防。这不可能！我几百门裂变炮全打都穿不了内层，这种材料怎么可能扛得住吞城者的纯物理冲击？1号水滴探测器制造完成，当前储能90%，高速贯穿模式消耗全部存量。怠速返航可沿空间微弱能流缓慢补能，高速启动会释放跨星球太空级能量脉冲，可被黑森星外清扫探测器捕捉。17秒周期，只有1瞬破绽。水滴高速一击会暴露整个基地探空坐标，但现在别无选择。就这么点东西，给吞城者塞牙都不够。5、4。恭喜静默宫会长完成全区域守卫5间吞生物击杀，水晶核心遗迹解除封锁，获得水晶文明遗质完整控制权，获得 S 级科技线索为未完工波变检才能组装完整设备。我倾尽全部工业产能打空弹药，连它瓢皮都划不破，这小东西一下就杀了。所有高耗效设备停机。纳米工坊、断层全部断电，全基地切换最低静默功率，杜绝2次太空级信号外泄。
检测到太空及相互作用脉冲信号，未知清扫探测9更改航线，预计10天抵达黑西星。清扫探测器是什么？以前根本没有。陆晨刚用水滴杀了吞生者，他就来了，绝对是他引来的。他为了拿水晶遗迹，害死我们所有人，让陆晨交出水滴和强相互作用技术。陆晨，你那套偷偷摸摸的科技救不了人，你必须公开所有三体科技，把水滴交给区域共同使用。会长，真的是水滴引来的吗？水滴启动时，确实发出了高阶强相互作用信号，但探测器原本就在黑丝星外围监听，水滴只是让他确认这里有值得清扫的文明。区探测器有何可惧？我数百枚 A 级电磁导弹，只要集全区域能源，一炮就能击碎深空清扫单元。检测短距太空脉冲武器发射，小型文明认定完毕，清扫打击执行完成。常规高能武器会暴露自身位置，硬碰硬没有任何胜算。我们唯一的出路是完成信号5阶文明建设，用黑去遮蔽自身所有能量波动。丁 S 级黑域场雏形领取成功，4阶堡垒可临时展开封闭静默场或狭长黑域走廊，单次最多3分钟。使用后核心仅剩约30%能量，必须在8分钟内接入5阶基地，否则核心崩溃。A 级烈焰工业吸收恒星能源进化为 S 级裂变工业，全域文明信号持续230，区域扫描极易吸引本土巨兽。猎巢吞并5座小型求生营地，登记人口673人，远超陆晨126人。5阶文明500有效成员门槛，只有我达标。陆晨只会躲在地底抠抠搜搜，不敢发展高能工业。清扫探测器将至，唯有足量钢铁、能源与人口才能守住生路。他靠掠夺堆砌人口与能源，信号永久外露。深空探测器一旦全面扫描，整片裂变领地会成为首要目标。我们登记的有效成员只有126人，根本不够。我们只有基础循环舱。愿州穹顶灰城真仓刚好补齐2座缺口，可人口还差300多人。猎巢持续压缩，03小营地幸存者只能慢慢收拢。持续叠加横醒级高能信号，深空探测装置推进速度提升20%，预计8天后完成全域区域扫描。先前往绿洲交涉恒星核心与生态穹顶，同步探查灰城引力阵阵与真菌仓。顺路收拢流离自愿幸存者，补足人口缺口。看清楚了，陆晨拿到 S 级奖励，只会选择一件让自己继续躲藏的黑域模块，而我选择的是正面发展。光明国有食物，有能源，有钢铁防线，还有击杀一切敌人的裂变武器。光明王国吞并5座猎巢小型营地，登记673人，只要愿意进场劳作，人人有灯火暖房。抢走恒星炮核心，有能源就能延长黑域持续时间。总好过坐以待毙等清扫。黑域单次只能支3分钟，8小时不升阶直接报废，多一份能源就多一条生路。恒星核心配套整套生态循环，强行抽取会直接杀死全部光合植物。第3座灰城真菌仓还没拿到，3座生态基地凑不齐，5阶依旧无法启动。就算拿到恒星能源，无完整生态维持500人级代谢，黑域撑得住，人撑不住。靠强制收拢堆砌人口并不稳妥。援救84人全部绑定能源联动回路，如果我们强行夺取核心，回路触发，所有人都会瞬间失去生机。未知深空风险不分对错，我们不能为了自身升级牺牲无辜的普通人。向绿洲发送平等联盟协议，
恒星能源按月度物资等价结算，光和穹顶那联合生态网，自愿者可加入工会补足人口缺口。我们目前只有质子科研站的基础物循环舱，还差2座生态基地、恒星能源核心和完整引力波阵列。而且系统判定有效成员必须是自愿绑定火种并参与生产的人，被动收拢非自愿人员全部不计入文明战力统计。罗岩那边虽然有600人，但真正的有效成员连200都不到。罗岩也急了。他刚改了规则，承诺加入者前3天都是平民，3天后再按贡献分级。那些难民已经放下警惕了。陆晨，快看这儿，东南方向绿洲联邦光和穹顶内有恒星能源核心。能源有了，第2座生态基地也有了，还差最后1座。罗燕肯定也能查到这份资料。检测多座 S 级裂变反应堆，持续释放中高电磁热能信号。深空探测装置推进速度小幅提升，剩余抵达时间7天18小时。全员轻装，携带纳米密封物资、覆水储备，即刻出发前往绿洲。优先交涉联盟，若动手，优先解救绿洲人质，绝不强行抽取恒星核心。绿洲联邦可以出售粮食，也愿意提供能源，但我们不会交出文明火种，更不会接受王国身份。凭你这层玻璃穹顶，挡得住森林猎手吗？清扫探测器还有8天就到，陆晨靠躲靠狗，永远活不到5阶。恒星核心是唯一能撑起高阶护盾的能源，没有我光明王国保护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。不劳费心。切断他们所有通道，封锁穹顶外围。任何文明敢与绿洲联盟交易，等同于对光明王国开战。都看见了吧？陆晨嘴上说不奴役别人，一听见绿洲联邦有恒星能源，还不是立刻赶来抢夺，和我没有区别，只是更会装。检测到恒星能源核心，静默工会建议直接夺取，可极大缩短5阶升级时间。拒绝，向苏荷发送联盟协议。你的基地目前只有100多人，即便我们合作，你也没有能力保护整座穹顶。现在没有，但我不会因为现在做不到，就先把你的核心抢走。给脸不要脸，开火！启动恒星能源核心，全功率为屏障供力。等的就是这一刻，接入能源钩索。他不是来谈的，他要把人和核心全抢走。水滴锁定钩索，准备切断。别动！我们84个人的火种都在爆炮回线上，水滴碰任何一个控制器，人和核心都会一起炸。光明王国控制人数升至757人，其中84人未自愿加入，不计有效成员。想让探测器彻底转向吗？你有办法。哼，我手里有一座已经死亡的文明坐标，把坐标广播出去，清扫者就会先去那里。这座城市在上一次乱纪元就死绝了，那里没有活人，只剩一堆没有价值的废墟。你们只需要把这座空城的坐标全域广播出去，就能完美转移清扫器锁定航向。废墟无文明、无活体、无高能信号，就算被清扫打击，也不会产生任何连锁风险，是你们目前唯一的安全脱身方案。我的条件很简单。第一，告诉我黑浴场雏形的具体藏匿位置，我要拿到高阶科技筹码。第二，静默工会从今往后不准再追究我盗卖坐标的所有旧账，彻底翻篇。会长，我觉得这笔交易可以做。屏幕数据摆在眼前，灰城信号0.1，彻彻底底的无人废墟，广播一座空城的坐标，没有任何道义负担，也不会伤及任何活人。是啊，会长，我们现在总共就126人，全员命悬一线。难道真要为了一座早就死寂的空城，赌上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陪葬？
我们先活下来，先熬过清扫危机，后续再跟魏川清算旧账，难道不行吗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急，魏川的交易从来不会少无缘无故的便宜。所有人先冷静下来，不能仅凭表面信号下定论。我们必须先彻底确认这座灰城之内真的没有半个活人，确认无误再谈交易。水滴全功率赶路会释放强烈信号，暴露工会位置。绝对不能开启高能模式，主动扫描模式。关闭所有高能组件，主动探测模块，只启用预设惯性轨迹，全程低速镜面航行，零能量外溢，零信号泄漏，只靠被动光学记录勘察灰城全貌。所有人看清楚，灰城从来不是死寂废墟，地表零信号，是他们刻意压低所有能耗，全员休眠静默，用最隐忍的方式艰难图生，骗过了所有外部探测。魏川根本不是让我们广播一座空城，他从头到尾都在撒谎，在算计我们。他卖给我们的是200多条活生生苦苦求生的无辜人命。检测至光明王国坐标捕猎舰队全数机动，目标锁定灰城区域，敌方舰队正高速逼近。原来如此。我终于懂了他的全套算计。魏川不止把灰城坐标卖给了我们，他把同一个坐标双向倒卖，两头通吃，一边骗我们广播坐标献祭活人，一边把精准坐标卖给罗岩，引罗岩舰队围景收割。他赌我们要么自私献祭活人自毁文明底线，要么犹豫迟疑被罗岩一锅端。好一个无本万利坐收渔利的黑暗森林交易。地底封存着213名休眠幸存者，靠着极致压缩消耗勉强续命。可他们只要主动启动通讯设备向外求救，会立刻暴露在炮火之下。不需要他们开机释放信号暴露自身，由我们主动抵近接应，全程由堡垒承担所有信号波动。关闭大部分能源，只保留最低机械驱动，利用地下的废弃古文明运输轨道，零摩擦移动底盘启动。仔细排查地下洋体所有角落，甄辨存活人员，具备特殊天赋、技术能力的目标全部抓捕带回，强制收编。剩下的普通流民不需要费力抓捕，留在灰城地底，当做持续性热能信号诱饵，持续吸引巨兽与深空探察器牵制静默工会的注意力。明白，往地下高温蒸汽，逼他们滚出来！队长，设备全部失灵了。放下武器，可以走，继续动手。下一次水滴打的不是枪。所有人立刻撤退！我可以唤醒他们，但在按钮之前，我要先看你的规则。完整的物资账本、成员退出权、文明火种管理规则，都在这里。静默工会不夺火种。我们愿意将整套真菌循环肥培育仓接入工会公共生产网络，每日产出食材、营养液全数公示产量，按照人头均等分配，所有收支全员可查，透明化管理。核心、阵列骨架和旧观测数据都在这里，缺的组件置物站能补，整套接起来才算完整引力波阵列。陆晨，魏川还将静默会所处的大致区域范围给到了光明王国那边。罗岩手下的技术人员正在测算解析，不出1天时间就能精准定位到我们所在的区域点位。罗岩一心要赶尽杀绝，既然我们现在手握成型潜质的引力波阵列，为什么不直接把光明王国的核心坐标广播升空，借清扫者的力量直接覆灭罗岩的势力，一劳永逸？
直接公布光明王国的坐标。罗燕之前把我们当文明诱饵，根本不配活。他抓了绿洲的人，拿奴工为吞城者，现在还要算出我们的坐标，一炮轰了我们。都安静，听我说。罗燕带领的搜索小队已经靠近我们的地下聚居区，目前他们已在周边完成部署，并做好了进一步推进的准备。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应对，不能让所有人陷入被动局面。罗燕越过边界，采取激进行动的情况已经确认，但他所控制的范围内还有许多普通居民受到严格管理，无法自由离开，也有大量底层人员被安排从事繁重工作。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受到当前局势的影响。难道我们只能毫无对策，一味被动等候对方采取行动吗？我们绝不主动投放任何文明坐标发起攻，但定下铁则，只要有势力主动使军系攻，威慑系统会永久锁定放进攻中坐标。引力间量子通信和制度系统已全部接入死线装置，一条无法由单人关闭的自动发送链建立完成了。很好，以此作为我们的底线屏障，在此向黑森林全部势力宣告，绝不主动探测对外广播和任何文明坐标，不会以清扫作为主动开战的凶器。但是任何势力只要动用武装力量主动进攻增地理为例，均被点位。倘若进攻会所会只和核心生存为，攻击者经认坐标将自动向深空进行宇宙级广播，后果由进攻方全权承担。空洞的话术拿来吓唬谁？你依托残缺情报，根本定位不到我的裂变主城核心，连我的炮台方位都摸不清。所谓的死线威慑，纯粹是纸老虎虚张声势。罗岩，不要直接发起冲击，对方并非刻意施压，这套全域联动系统已经解锁了星际公制广播的权限。闭嘴！不用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的技术团队已经将静默公会的藏匿范围压缩至3处可疑点，我起裂变炮会依次覆盖轰击，3处点位轮番打击，必然能够命中他们的堡垒本体。我把其中一个坐标标记为可信度最高，尾款立刻打给我。3个假坐标分别走了3摊条渠道，前2处分别由流浪商人、散兵猎手流传扩散，只有第3处点位全程只经过未穿的坐标交易网络流转。只要罗燕集中火力轰击第3处假标，就能彻底坐实未穿持续为光明王国校准精准情报的事实。同时，裂变爆炮开火轰产性高能光束，我们能够顺着光束给反向解析，锁定裂变城主炮阵地里的真实地理坐标。罗燕，你彻底疯了！3处点位真假尚未核验完成，绝对不贸然开火。静默公会的领力死线阵链全程处于待机聆听状态，主炮一旦发射，高能数会被阵链瞬间捕捉，反向定位我们城核心。核验不需要，把这3片区域全部轰平，陆晨绝无活路。那是死线引力侦测，你一开炮，他就能沿光线反推回来。只要击杀陆晨，他耗费心血搭建的死线装置、引力阵字都会一同化作废墟，所谓威慑自然不攻自破。一个只敢在暗处公开坐标有胆量的懦夫，也用一套装置胁迫我。主炮即刻开火！陆晨，这就是执意与我作对的惨痛下场。你的藏身地已经被炮火抹平，一切挣扎都是徒劳。怎么可能？信号分裂了，那片山谷是空的。光明王国主城真实地理坐标逆向验证完成，坐标数据锁定完毕。死线威慑惩戒目标档案登记完成，触发条件待命。现在，你该知道我不是在吓你。发射主体已被探测素自主锁定，20小时后打击。是你自己裂变主炮超高能开火，让我们完完整整暴露在探测器的视野之下。清扫者要来了，放我们出去！立刻封锁所有对外城门，禁止任何人私自逃亡。谁敢在这个时候逃跑，谁就是背叛整个人类！全部给我滚回去！你们赖以生存的恒星本源核心，如今成为光明王国外层裂变防御护盾的核心能源。想要保住性命活下去，就默默祈祷这套护盾
能够扛住深空清扫的毁灭性打击，立刻解除生态保护，把所有核心能源转入裂变护盾。恒星核心能源大批量抽冲过载输出，整套地下生态循环系统会直接崩溃。就算种子库拥有独立备用电池，储能有限，最多也撑不过12个小时。所有储备幼苗物种种子全部都会彻底消亡。人都要死了，还管什么粮食？要么解除保护，要么我现在就杀光联邦的人。我答应你。这套裂变护盾仅仅是普通高能能量屏障，它根本抵御不住清扫者的白光打击。罗燕从头到尾都在欺骗城内所有人，把普通民众留下来充当护盾的缓冲垫，用来消耗清扫的攻击威力。量子通信链路建立，裂变护盾挡不住清扫。午夜我会开3分钟黑域走廊，你们同时切断12座王权中继塔，火种恢复90秒自由。这不会是陆晨的圈套吧？只有90秒，想活就自己走出来。罗燕已经把184名老弱赶到反应堆外围地区，那片区域连通废弃旧维护隧道，我们一部分人已经冒险偷偷撬开了隧道的应急出口。这是中继塔结构，照着这个切断线路。量子信号倒计时已经完成全域同步，所有人严格听从统一时间指令行动。不对，还有第13个中继节点，它不在城市线路里，就在罗燕的文明火种里。只要这枚火种内部的总控节点没有失效，就算12宗金塔全被切断，罗燕依旧可以凭借火种瞬间重协管锁死穷所有人的火种权限。我们的营救计划会全盘落空。苏荷，隔离密钥手环可以改装成王权信号阻断装置，改装图纸我现在传输给你的终端。先带我的人和种子走，罗燕这个总开关，我来把。手环线路异常。午夜0点，公开处决叛徒苏荷，示众惩戒，以此警告城内所有心怀异心之人。敢私自隔离恒星能源，扰乱王国秩序，现在当众处死你，杀鸡儆猴！掠夺绿洲种子库，拿普通人火种充当护盾耗材，根本不配掌控能源核心。陆晨，我刚解析王权线路，12座中继塔只是分控，罗伊自身火种是第13总节点，只毁分塔没用。另外，黑域逃生通道单次只能开启3分钟，超时会暴露整座基地坐标，清扫波会直接锁定我们。同步倒计时启动，民众只有90秒时间解除火种绑定。启动中继塔隔离抽序，通道开启后，优先转移老人、伤员与孩童。他们居然敢违背我！你的总王权锁已经彻底失效。黑举通道限时3分钟，丢掉所有发光、发电设备，快速撤离。谁也不准离开！局部维度清除启动，950名幸存者全部归队。空间率、维度3大升级核心材料集齐，满足5阶黑域移动城升级条件。24小时后执行黑星全样本清场，所有人类仅为实验观测样本。集齐3枚中距核心建造曲率方舟，是我们唯一返回地球的生路。3大中距核心我们已经集齐，但监察者锁死了系统自动建造，方舟只能人工拼接熔焰。立刻分配工序，拆解闲置设备，回收金属板反，留给我们的清场时间不多了。我会全程记录恒星运行轨迹，就算系统星图消失，我也能推算返航路线。
我持续监控深空动静，一旦监察者有动作，第一时间通报。文明重构天赋消耗巨大，再坚持片刻，方舟主体框架就能成型。首轮维度压缩波冲击抵达。护盾勉强扛住冲击，但系统储存的全部地球导航星图已经被监察者彻底抹除。我亲眼见证过黑森所有星轨，不靠系统一样算出回到地球的航线。引力波完全锁定，监察者本体就是轨道外这颗黑色天体。把950人全部的文明火种接入宇宙广播链路，方舟一旦被摧毁，监察者者会扩散至全宇宙。全域清场暂时搁置，黑色星划分6大隔离囚笼，其余人类样本永久关押，交出3枚终局核心，我才释放所有人质。交出空间去绿维度3枚终局核心，6大隔离囚笼内所有人类样本予以释放，拒不配合。24小时后同步执行分区微度清扫。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人死去，核心交出去，至少能换所有人活命。一旦交出核心，方舟永远造不出来，我们整船900多人都会困死黑森星，到最后一样会被清场，这是饮鸩不可。可外面的人什么都没做错，凭什么要替我们承担监察的惩罚？清河，有没有不交出核心也能救出囚笼幸存者的办法？我翻遍遗迹留存老旧数据，黑森地下遗留一套废弃量子隧道网络，隧道内部屏蔽大部分深空扫描，小队分批潜入，不会暴露坐标。但隧道通行会持续释放能量波动，一旦大批量人员同时穿行，波动叠加，监察的清扫波会立刻锁定整片区域。这片常年低信号荒芜黑域，持续检测到稳定人工热源，是罗燕剩下的残株。他们失去力变主城后，一直躲在这里，全程盯着我们外出采集物资，就等半路抢夺材料。我们外出探查，既要防备监察的扫描，还要提防罗燕残区人马偷袭，双重风险。终局核心是我们所有人返回地球唯一的依照，绝对不能交给监察。地下量子隧道是救人唯一可行的渠道，二者我们都要守住。先组建小规模探查队，潜入龙摸清看守轮换、能源枢纽分布，规划安全分期转移路线，绝不贸然大规模穿行。检测敌对文明，持续锁定我方运输信路。所有外出探查小队统一配备纳米飞刃防护装备，2人一组结伴行动，时刻警惕罗燕残部半路偷袭。绝对镜目的，在黑森星部光面、光热震动都会触发灭杀。3恒星熔炉处于3星引领力焦点。常规舱体靠近即熔，2处风险都这么高，不能集中兵力逐个攻取吗？恒星核心只够2次超距弹射，弹射后主城无法跳跃，要同时行动。黑域移动城必须拆分，拆分后主城保留穹顶、真菌舱与引力波阵会，你2人坐镇，守住500多名成员。拆分后黑域场分散，隐匿压制率跌到不足50%，3支队伍都有暴露风险。任何一支暴露，都会提前引来清扫。我去3恒星熔炉，只有我的轨迹记忆能还原3星运行规律，锁定取核心窗口。我同行，去绿核心，必须现制作，承载外壳。沈兰、苏荷留守，我去墓地，取空间核心与识别码，再折叠进入监察塔。陌生旧频段强行接入，是魏川。系统冻结后坐标交易已废，你联络我们做什么？我记得绝对静默墓地的真路线，9个假坐标，没我带路找不到入口。这叛徒卖了无数人命，也配换船票？杀了他！我交出全部坐标账本，
接受回地球后的审判，条件是让我上方舟，帮忙不代表销账，能不能上船看你表现，审判一样不会少。成交。坐标账本已传送完成，已锁定它的穿梭机方位。陆队，墓地盲区多，2小时通联一次，务必小心。爸爸，我们方舟上见。别信系统星轨，记住地球的天空和火种里的传送矢量。引力波报警，烈火堡垒裂变信号指数级飙升。罗岩把堡垒改成升空载体，目标是监察塔维度核心，一旦得手，无人能治。关掉地炉，快！那是这里的维度清除线，只追热源和信号，沾上直接被切成2维。之前买坐标闯进来的队伍，连人带车全被这条线抹得干干净净。这地方连风都没有，一点震动都能触发防御。进这里只能靠机械滑行，电子设备全关，水滴也得切电源，只靠拉绳轻重传信号。绕开9个假坐标了，之前来的人全死在假墙前，连门都摸不到。墙后有旧设备在转，是第0批文明留下的门禁。你怎么知道敲门暗号？白塔遗迹里见过同款敲击密码。是早年幸存者通用的接头方式。27年了，终于有人闯过清除线进来。空间折叠核心在哪儿？赶紧拿出来！外面监察者随时扫过来。核心在最里面，可它撑着36具脱水舱的维度稳定，硬拔的话，里面的人会被空间挤成薄片。现在外面几万人等着这核心造方舟，总不能为30几个人耽误所有人吧？人都要救。不好，清除线往里面渗了，你还有多久？10分钟。以前来的人只想着抢核心，没人管这些休眠的人。你先救人，核心才该归你。这是文明残片和监察者轨道识别码，能对接监察主控，找到他的真身。深蓝，讲。罗耀穿了监察塔第1层防御，他正在强行拆卸维度稳定核心。该死，他还要拆了主控机！系统残留的轨迹显示，安全取核窗口8分钟后开启，持续43秒。我现在就着手预备曲率核心的承载外壳。等等，先别动，系统给的时间是错的。再不准备就赶不上窗口了。你怎么确定数据有问题？我的 A 级天赋是轨迹记忆，黑色星每一次星空变化我都记在脑子里。第3颗太阳现在的位置不对，是被监察者的引力设备牵引偏移了。按系统时间进去，我们会直接被引力撕碎。真正的安全窗口在11分钟之后。可11分钟后的伴随重力反转，外壳要同时扛住高温、极寒和引力撕扯3种力量，不行。我的蓝图副线只能解析强化同类设备，3种完全冲突的材质，我拼不了。拿着，这是绝对静默木代迪带出的第0批文明残片。残片在和我的天赋融合，蓝图副线正在升级，是 S 级文明重构，不同材质也能强行适配融合。外壳完成了，能扛住熔炉里的全部极端环境。真实稳定窗口10秒后开启，
5、4、3，进！驱力驱动核心锁定，正在接入稳定槽。重力窗口提前闭合了，熔炉要塌了。跟我走，这条引力线是唯一没有被扭曲的安全通道，我记过它的运行轨迹。举力驱动核心完好收纳，我们成功了。那是监察塔的方向，罗燕难道真的闯进去了？陆星、清河、罗燕带着人撞开了监察塔第一层防御，他拿锁住的317名王国成员当试验品，正在强行拆卸维度稳定核心。又是错的，罗王，普通火种根本扛不住维度核心的能量，再试下去人就没了。击杀陆沉，交出3体文明火种，你将成为本轮唯一保留样本。我就知道。我和那些废物不一样，他们是样本，而我是最后的胜者。他说的保留样本不是放你活着回家，是留着你的火种数据继续做实验。你来晚了，维度核心就在我眼前，你拿什么拦我？核心和监察塔基座是一体的，你硬拔出来，它的维度排斥力会撕碎所有非适配火种，你的烈火堡垒根本接不住。罗言，你不是说带我们一起走吗？为什么凡事会落到我们身上？我的王权火种早就把你们全绑在一起了。所有人平摊压力，核心才能稳住。只要我能离开，你们的牺牲就有价值。质子，切断防御系统。尖塔自动防御正在切，数百道高能光束正在锁定位面，正在破解节点。陆沉，你不是最喜欢救人吗？核心现在就是他们的命，你敢抢？他们全得死！317枚火种的维度撕裂数据已记录，数据收集完毕。局部维度清除启动了，目标是烈火堡垒和里面所有样本。白色压缩环扫过的地方，一切都会被压成2维平面。实验材料，这不可能！你明明说我是唯一保留样本，既然他骗我。我就自己走，你们所有人的火种都给我撑住核心！不到5分钟了，你攥着王权不放，到最后也只是监察者的一组数据。我的退出按钮直接灰了，罗言锁死了所有退国通道。退国？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走！爸，空间折叠核心和曲率驱动核心都带到了。不能硬拔核心，王权链把317人的生命和核心绑死了，硬抽心，所有人的火种都会直接碎裂。必须先搭维度稳定桥，把他们承受的维度压力全部转到黑域移动城。
用空间折叠核心建立能量通道，驱力核心引流分散反噬，最后由黑域移动成的强相互作用装甲扛住最终压力。全部搭建完成需要多久？就算动用文明重构天赋，至少也要3分钟。监察塔外纬度压缩倒计时正式启动，只剩3分钟。压缩环扫来，整座堡垒都会压成2维平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他们是我的，全属于我。所有人扔掉外界设备，火种留在自己身上，整个人穿过折叠通道，王权附带的压力由移动城全部承接。关死所有出口，谁也不准走。他要拉我们所有人陪葬，凭什么我们要为他的野心死？滚开！老子不给疯子陪葬！大家一起砸开通道，冲出去！稳定桥搭建完成，开始转移火种压力。第一批压力接过来了，装甲还撑得住，继续转移。谁都不准走！没有你们当能量缓冲，我怎么离开这里？释放王权节点，交出维度核心，你也可以作为普通成员进入方舟。普通成员还能保留国王权限吗？没有王国，没有权力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们可以背叛我，但我绝不背叛我的王位啊！压缩环过来了！维度压缩，最后10秒。谁也别想走，要死，大家一起死在这里！最中央这枚是王权总节点，罗岩的火种和37人的权限全绑在上面，不切断它，剩下的人都会跟着罗岩一起被维度压缩碾碎。水滴，沿维度稳停桥静默进入堡垒，不要碰维度核心，只切断王权节点机械固定支架，强相互作用材质不会触发能量反噬。你敢撞过来，所有火种一起碎，大家同归于尽！王权节点失去固定，绑定外路松动了，立刻接入维度稳停桥，转移火种界标。给我留下！陆晨，再开一次门！我不要王权了，所有权限都给你，救我！折叠通道已经过载了，强行重启的话，刚救出来的317人会被重新拖回压区，不能冒这个险。维度核心脱离了，逃生舱启动不了，为什么？好了，监察者启动了全样本清场，时间提前了。更糟的是，猎场系统冻结了所有自动制造和升级权限，我们没法像以前一样送材料进核心自动进阶。系统只是锁死了自动组装链路，蓝图材料都还在。对，文明重构天赋可以手动拼接结构，方舟我们自己造。只剩12分钟了。
系统只是冻结了自动升级，可蓝图还在，材料还在，它不动手，我们自己装。我的 S 级文明重构能绕开系统权限，手动拼高阶科技结构，使精神负荷会比自动升级大很多。撑不住就停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没时间了，空间折叠核心就位，内部舱体开始扩张，曲率驱动核心接入能源系统，引擎基座正在校准，维度稳定核心接入强相互作用外壳，外层屏障启动，生态、质子、引力阵、装甲、引擎，7套切口，给我连上！曲率参数进度80%，我轨迹记忆反复核对过，每一数据都对应真心轨，不会被监察者误导。引力波航线校准完毕，我标好了所有压缩波的盲区，走这条线能最大程度避开正面冲击。生态循环舱稳住了，真菌区、光和穹顶全部接入主循环，粮食、氧气能吃所有人全程航行。非必要设备全部拆解扔掉，把所有能源集中给曲率引擎，减轻发财能，提速充能。拆下来的金属板全部堆去装甲内层，多一层防护，多一份胜算。绑定火种频率，只是为了校准方舟的空间坐标，没人能夺走你的火种控制权，任何人随时可以拒绝。黑域移动城595人，烈火堡垒救出的317人，绝对静默墓地37人，再加魏川，一共950人，所有人自愿确认。950组火种频率全部同步完成，折叠空间坐标校准完毕，能源全由恒星核心提供，火种只同步部频率做空间校准。关掉多余设备后，引擎充能压缩100秒。清场倒计时1分59秒，第一道维度压缩已经压过来了。曲率方舟结构自检通过，6阶文明方舟手动组装完成。第一轮外压缩撞接触，外层装甲未破裂，装甲抵消了正面冲击，但维度力放再把方舟往地下压，维度稳定核心已经全功率运行，内部空间暂时能稳住，再被压久了舱体结构会错位。曲率引擎充能还要多久？超载充能还剩85秒。监察者把方舟内置的恒星数据全删了，导航系统算不出脱离航线。星儿，别看系统，监察者管控着猎场所有官方数库，他想改就能改，用你的轨迹记忆算。黑星3日运行轨迹，地球夜空的恒星坐标，火种里残留传送质量，3组数据反向叠合就能出返航路线。返航方向算出来了，航线安全。质子阵列分析完了。压缩波的源头不在监察塔，在黑丝星轨道外那颗不反射任何光线的黑色天体，那才是监察者的本体。坐标已经送入死线威胁系统，但必须验证目标真性，假坐标触发不了宇宙广播。1号水滴，剩余能源全部压上，贴近天体表面取物质材样本，强相互作用材质，能扛住表层能量反噬。物质样本匹配完成，目标并非投影假坐标，森林监察者本体坐标验证成功，死线线威正式建立。把广播链路分散到内所有文明火种里，死线没有单独开关，只要方舟被摧毁，坐标会自动向全宇宙扩散，谁都中断不了。第2轮压缩波已成型，距离不到100米。方舟毁灭，放我们离开，坐标永远留在这里。你无法确定宇宙中一定存在能够清除我的文明，你也无法确定不存在。黑暗森林里，只要有一丝暴露可能，你就赌不起。维度波已停止，曲率引擎充能完毕，返航通道打开。不能就这么走，他害了这么多批人，立刻广播坐标。他以后还会抓新的人类样本，我们不能放过他。我可以关闭所有猎场，释放现存全部样本，并删除已记录的地球坐标，前提是你永远不广播我的位置。
通道已开启，只要进入，方舟便能离开黑色星。3个条件，你全部答应，我才会收手。第一，关掉所有猎场分区，放出还活着的全部幸存者。第二，删除地球坐标所有文明实验数据和后续投放计划。第三，永久关闭人类投放通道，其余样本不属于你的文明，拒绝开放。那就一起赌，看是你的猎场先因坐标暴露崩溃，还是我的母星先被其他文明毁。黑暗森林里，你赌不起。封锁已解除，一次性地球返航指令已显肉州隔离导航舱，数据库的地球坐标与所有备份开始删除。平地零批识别号独立核验12个猎场分区，投放门全部关闭，火种强制锁解除，地球定位文件文明实验数据副本与投放正在清零，进度同步，确认全域封锁解除。空间折叠核心已打开12道黑域接引门，门上没有强制绑定提示，不用交火种，也不用签所属契约，是真的。走，我们进去。熬了这么久，终于能回家了。妈妈，里面有光，不冷了。包括法州原有950人，裂变成外围184人在内，12个分区共12043名幸存者已全部登舰。地球定位备份与实验数据全部清零，无残留。启动驱旅引擎，进入返航通道。你掌握我的坐标，为什么不直接广播？死线系统会一直盯着这里。你敢重开猎场再抓人类样本，我的坐标就会自动发往全宇宙。这不是交易，是约束。所有交易记录都在这里，我接受全部审判。低磷能源、生态循环和医疗技术转入民用评估，坐标广播、维度压缩和武器化驱度技术实行多钥匙封存，多国联合监管。爸爸，我们以后还去看星星吗？去，这次在家看。你不会再迟到了吧？不会了。